王一博在登领奖台85号车组的荣耀与温度。在 Motorsport 的世界里，雨战永远是最考验车手综合素质的试金石。当天空撕开一道口子，倾盆大雨毫无征兆地降临赛道，所有关于速度与激情的预判都被彻底打乱，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驾驶本能、最冷静的临场判断，以及那份深植于职业车手骨血中的敬畏之心。而在今天这场全程被雨水浸泡的 GT3 赛事中，王一博用一场近乎完美的表现，向所有人证明了他在方向盘后的绝对实力与超越年龄的沉稳心智，以逆流而上，从第18位到领奖台的倔强攀升。比赛的序幕刚刚拉开，湿滑的路面就已经给所有车手出了一道下马威，赛道表面泛着一层令人心悸的水光，轮胎碾压、积水溅起的白雾几乎遮蔽了后方车手的视线。在这样的极限条件下，王一博作为车组的第一棒车手，带着85号赛车从第18位发车。对于任何一名车手而言，雨战中的中后段发车位置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前车卷起的水雾会严重阻碍视线，湿滑路面上制动点的判断需要比干地更早更精准，而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赛车失控，提前终结比赛。然而王一博没有丝毫退缩，他驾驶着85号赛车在雨幕中冷静地寻找着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比赛进行到第1圈中段，他完成了第一次关键超越，位置从第18位攀升至第15位。这3位的提升看似微小，但在雨战中，每一次超越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你需要比前车更晚制动，需要在湿滑的路面上找到那条附着力稍好的赛车线，需要在两车并行的瞬间保持绝对的冷静与精准的方向控制。王一博做到了，而且做得干净利落，没有任何多余的晃动，没有任何冒险的擦碰。紧接着，赛道上的雨势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猛烈。赛道工作人员挥动的旗帜在风雨中烈烈作响，而王一博的节奏却没有被任何因素打乱。他再次抓住机会，完成了一次令全场观众屏息的超越。这一次，他从外线切入，在弯道出口凭借更出色的出弯速度实现了干净的超车。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果决到令解说员都不禁惊呼：王一博这个超车太坚决了，完全没有拖泥带水。这就是属于顶级车手的比赛气质，在该果断的时候毫不犹豫，在该沉稳的时候绝不冒进。雨战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颗能够顶住所有压力，在所有变量中迅速做出最优决策的大心脏。而在极限中寻找极限，干胎与地的博弈，赛道上的雨从未停歇，而路面状况也在持续恶化。对于任何一位车手来说，雨战中最大的挑战并不只是应对湿滑的路面，而是在轮胎选择与驾驶策略之间找到那根微妙的平衡线。王一博在赛后采访中坦言，在我开跑的时候，地面还是有点湿的，一直在找干胎在雨地的极限。这句话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驾驶难度。干地轮胎在雨地上的抓地力会急剧下降，轮胎的工作温度难以维持在最佳区间，赛车的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弯道中的侧向附着力更是大打折扣。车手需要用比平时细腻的多的油门控制，比平时温柔的多的转向输入，在每一寸路面上小心翼翼地试探轮胎的极限边界，找干胎在雨地的极限。这短短几个字，凝聚了一位职业车手无数次的微调感知与判断。刹车踏板每多踩下1毫米，方向盘每多转1度，赛车尾部的动态都会给出最诚实的反馈。在那些观众看不到的驾驶舱内，王一博的双脚在3个踏板之间跳着最精密的舞蹈，双手在方向盘上感知着路面每一处细微的变化，大脑在毫秒之间处理着速度、附着力、赛车姿态等海量信息。而当雨越下越大，赛道开始出现明显积水时，王一博做出了一个极为理智的选择。后面下大雨了，我开得越来越保守，希望能把赛车稳稳带回来，交给我的队友。这句话他说的云淡风轻，
甚至用保守派来调侃自己，但这恰恰展现了一位成熟车手最珍贵的品质，对比赛节奏的精准掌控，以及对车队整体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在 Motorsport 中，保守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当赛道条件恶化到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的程度，能够克制住内心对速度的渴望，对抗争位置的本能冲动，选择以稳住赛车、保护赛车为首要任务，这需要极其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清醒的自我认知。王一博的保守不是畏缩，而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比赛智慧。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不只是完成自己的赛段，而是要将一辆完好无损的赛车交到队友手中，为整个车组后续的比赛奠定基础。参赛车手的人性温度，愿所有车手平安完赛。如果说赛道上的精湛表现展现的是王一博的职业硬实力，那么他在采访区的那番话则让人看到了这位年轻车手内心深处的柔软与温度。当时雨势正猛，赛道上空乌云翻滚，雨滴砸在地面上，溅起密集的水花。王一博从赛车中走出，摘下头盔，头发还带着被汗水浸湿的痕迹。面对镜头，他没有过多渲染自己刚才的超车表现有多么精彩，而是将关注点投向了赛道上的每一位对手。现在这么大的雨，希望所有车手都可以安全完赛。这句话从一个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的车手口中说出，分量格外重。只有真正在极限条件下驾驶过赛车的人，才知道雨战有多危险，才知道每一位驰骋在赛道上的车手都在与什么样的风险共舞。100米时速下几厘米的制动点偏差，高速温中一次微小的尾部滑动，突然变身的积水路面，这些对普通观众而言只是一闪而过的画面，对车手而言却可能是职业生涯中最凶险的瞬间。王一博的祝福不是客套的场面话，而是发自内心对同场竞技者的惺惺相惜。这个赛场上彼此是竞争者，但在生命与安全面前，所有人都是并肩前行的同道者。这份对生命的敬畏，对同行的善意，让他在赛车的冰冷钢铁之间注入了一抹温暖的人性底色。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给自己的队友加油鼓劲，把赛车带回来交给我的队友。这句话里包含的信任与托付，正是耐力赛最迷人的内核。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群人为了同一个目标拼尽全力，彼此支撑的团队叙事。王一博清楚，他的每一圈每一次制动，每一个保守的选择，都是为了给队友创造继续战斗的机会。而他给队友加油的那份心意，也一定会穿越维修区的围墙，传递到下一个坐进85号赛车座舱的队友心里。似熟悉的香槟雨，85号又一次站上领奖台。当方格旗在雨中挥动，当85号赛车最后一个冲过终点线，维修区的电子屏幕上跳出了最终的排名 GT3AM 加组别季军，整个车组沸腾了。维修区的欢呼声几乎盖过了逐渐减弱的雨声。这已经是85号车组又一次站上领奖台了。熟悉的位置，熟悉的车号，熟悉的胜利滋味。但今天的这场雨战让这份荣誉的含金量变得格外不同。从第18位发车到最终登上领奖台，这中间的每一次超越，每一个弯道，每一秒在极限边沿的试探与克制，都是这座奖杯上最闪亮的铭刻。颁奖台上，王一博和队友们并肩而立，雨后的阳光终于从圆层缝隙中洒下，照耀在湿漉漉的赛车服和明晃晃的奖杯上。当主持人大声念出 GT3AM 加组别季军85号车组时，全场的粉丝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支持者们高举着绿色的灯牌，在大雨中坚守了整场比赛。此刻所有的等待都化作了最热烈的呐喊与掌声。接下来的画面是赛车运动中永恒经典的庆祝仪式——开香槟。王一博用力摇晃着瓶身，拇指抵住瓶塞，在砰的一声中，白色的泡沫喷涌而出，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欢快的抛物线。飞溅的酒液洒在队友身上，洒在领奖台上，也洒向台下欢呼雀跃的粉丝们。更特别的是，今天的庆祝被赋予了另一重意义。现
现场的粉丝们似乎早有准备，他们举起手中的杯子，齐声高喊着同一句话：王一博生日快乐！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在维修区上空久久回荡，屡战夺魁的荣耀，车队季军的喜悦，生日的温馨祝福在这一刻完美的交织在一起。王一博站在领奖台上，手握着还在滴落香槟的奖杯，看向台下无数张被雨水和笑容打湿的脸庞，那种感动与满足，或许比任何一座奖杯都更加珍贵。无风雨过后，赛道上的传奇仍在书写，从赛道到领奖台，从第18位到组别季军，王一博在这个雨天完成了一场近乎教科书级别的雨战表演。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年轻车手令人赞叹的技术功底，干净利落的超车，精准的走线控制，对轮胎极限边界的敏锐感知。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比赛中展现出的那种超越年龄的沉稳与智慧。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防守，什么时候该稳守阵地。他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的不只是个人的成绩，更是整个车组的努力与期待。他在激战中依然惦念着所有车手的安全，在胜利后第一个想到的是给队友加油。这些品质远比一个单独的领奖台位置更加稀缺，也更加动人。当香槟的泡沫渐渐消散，当赛道重归于平静，85号赛车静静地停回维修区，车身上的雨水还没有完全干透，轮胎上还残留着赛道上的橡胶碎屑，这些都是今天这场鏖战最真实的印记。而属于王一博的故事还在继续，属于85号车组的征程还没有到达终点，赛道永远在那里，下一场比赛的引擎声很快又将在某个清晨轰鸣响起。但今天这场雨战，那记坚决的超车，那句希望所有车手都能安全完赛的祝福，那片在香槟雨中高喊生日快乐的绿色灯海，都将成为无数人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因为他们不只是一场比赛的结果，而是一个车手，一个车组，一群热爱这项运动的人，在风雨中共同书写的关于热爱、担当与荣耀的最好注脚。